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好，来欢迎今天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何荣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台科大机械系助理教授黄忠仁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2026的前几天啊，在这边先祝大家2026新年快乐。不过在2026大家喜迎新年的同时，也看到了这开年还真是不平静啊。因为在新年前的3天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解放军他们宣布举行了围台军演，而且是实弹的军演啊。在12月31号这一天结束之后，《华尔街日报》也归纳出了这次军演对台海局势的5大启示。画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哪5大启示呢？第一个是解放军展现了海峡内控制、海峡东侧拒止的双重能力。另外，川普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耸肩的表示说，没有什么让他担心的哈。他说，中国做这件事情已经25年了。第3点就是有意图警告美日不要插手台海议题的信号。第4点是台湾军方启动了快速反应演习，部署机动飞弹车，还有爱国者飞弹。海巡署跟海军也紧盯着共建动态，而且在内部这个台股还逆势上涨。第5点呢，就是模糊演习跟开战的界限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件新闻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年前就是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Jake Sullivan 在他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2022年的8月，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Pelosi 访台所带来的代价远大于益处。解放军发动的环台军演，还有这次对台海周边的作战环境呢，在 Pelosi 访台之后这个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这个负面大于正面，到现在为止这个变化都没有办法恢复到过去的状况。确实是如此，在 Pelosi 访台之后，我们知道了海峡的中线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战机常常就是飞越中线这中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没有中线的存在了。但马老师，你先带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华尔街日报》它是5点的分析，对，我们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从股票来，这个还是持续大涨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台湾民众来讲，好像他打他的，我活我的，好像变成一种感觉有点脱钩对，有点脱钩。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威慑，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我觉得是在下降大家好像有点温水煮青蛙。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现状的改变上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戴维斯线现在没有了，这已经是好几年的事情，在3年半里面举行过7次的围台军演这海峡中线的概念渐渐消失。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正义使命比较麻烦的是，它有划设的这个演习区进到我们的这个领海基线里面，就是在恒春南边这边那其实你从联合国宪章这个第2条第4款来看的话，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正常国家来讲是不可以存在的，也就是它违反联合国宪章。那什么时候才会合乎联合国宪章？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情况底下，这个台湾的领海就是我的领海，它才有可能这样划设。那这个划设事实上它有很强的法律意涵，这个意涵就是它会让现在台湾的领海，第一个越来越受到压迫，第2个在国际上面如果没有人提出这个反抗或者是抗议的话，它会渐渐变成一个现状。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共演习，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包夹，因为过去的7次围台军演，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是它划设的演习趋势越来越像台湾内部内缩。我问一下，越来越包夹，就代表着台湾能够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对，但是它在做法上面，因为它有一种僵固性，就是它只要往前推，它就不可能往后退，因为它的施压是要让你觉得越来越强，所以未来可以预期它应该还会再往内缩。可是这个内缩现在已经到毗邻区，就是24海里，它未来有可能会进到12到24海里，这个会很尴尬。那也就是说，现在《华尔街日报》这个预测，在未来，我认为擦枪走火的机会的确是存在，也就是说，他用战争边缘策略把你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就是他往你领海内
这个做实弹演习的时候，那你怎么去定性？它算不算联合国宪章51条的这种反击的？而且这次我看到报道上面，特别是在第一线的官兵，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啊，在你说比如说包括说台海的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台湾这边的船舰，用那个火控雷达在锁定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我知道你锁定我了，那我也同样会锁定你，这难免。就是不会有擦枪走火的风险啊。对，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要对台动武这件事情是一个政治决断，就像薛瑞福讲。但是这个政治决断，我认为可能要开这第一枪，它也有很大的压力。比方说，这个他不知道后续会发生国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在渐渐进逼底下，双方都很紧张的这个条件下，擦枪走火确实是有可能，就不小心误触，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演习实弹射击的时候，万一击中我们的船舰，不管是渔船或者是公船，其实它都会造成很大的轩然大波。那现在越来越逼近，这种风险会越来越高。OK， 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在问说，那这个时候美国在哪里？哈，那有一个人哈对军演，他对于跟刚刚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的看法，认为说川普对此非常冷淡，他是不同意的。这个人是谁呢？是胡振东。胡振东在台北出生的，他1977年到2004年都在美国空军服役。后来呢，他被分发到密苏里州的飞弹基地，担任 LGM-30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发射战斗队的队长。然后在1989年呢，他被调到了美国空军总部，他所负责的范围是中国大陆、蒙古跟台湾。2007年，胡振东曾经被美国国防部派到 AIT 担任技术组的副组长，他带着一支团队向台湾提供美国的军事援助跟相关的训练。所以对于台海冲突这样的议题他断定美国几乎是100%会在台海冲突当中出动兵力来协防台湾。好，我们引用一下他的说法哈，他的说法是这样，他说，美国真正的角色是在台湾周边形成外围防线，航母战斗群、日本与菲律宾基地、美军前舰与空军将在海峡外侧执行制海、制空和远程的打击任务，压制所有试图跨越台海的威胁。来，我就问一下 Russ 哈，你觉得他比较了解川普，还是你比较了解川普？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你们有一句话，就是外来的和尚念经，你们都会很疯狂了。只要是一个美国前任什么，不管是国务院、国防部等等前任人士，针对台湾或两岸关系、两岸开战说话，你们都会 lose your mind， 你们都真的会。所以我要问你的就是，你觉得他的代表性如何？首先他的确是专家，但是不得不提醒大家，连他在访问中的时候，他有几次说，我讲这个不是机密啊。所以其实他讲很多东西都是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比如说他说美国跟台湾有交换情报的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也强调这不是 classified， 不是 secret。那另外他又讲到一些台湾的 radar 的能力，这个也不是秘密。甚至他说，万一打仗的话，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动作等等。我们都知道美国本来就有相关策划，的确是有，不管是美国印太总部那边或战争部在华府那边都有这个策划。但是重点是，而且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是时任总统会怎么决定，这个才是重点。所以美国的确是有完美的plan， 那日本也有，那不一定日本或菲律宾会加入，但是都有相关的 plan。那问题是我们还是不知道美国总统时任总统，不管是川普或以后的总统，这是重点是战争开始的时候，万一真的有这个决定权。100%是时任美国总统，对，就看到时候是谁当总统嘛。那现在的话是川普嘛。如果在2年内会发生类似的状况的话，以现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他认为是川普是会出兵协防的。
我可以这样代表吗？很难说。川普每次被回答这个问题，他有一个义务回答的方式，他都会说我不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是。那有一次他接受访问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那我就会克中国东西150甚至200%的关税。但是他没有说美国会派航母或会有军事动作。对，所以我在这2天看到有一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呢，胡振东会这么讲，就代表后面其实有一些support 他的这个力量。我完全没有，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不管是 AIT 美国在台协会或国务院、国防部、战争部、白宫、国安会等等相关单位。他们不会这样安排一个退休军官这样上台湾电视节目做这个分析，所以是不会的。意思就是说，这只是胡振东他个人的看法而已。当然是他个人的，我刚说他是专家，他非常了解，万一战争的话，美国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跟计划，这个他非常非常清楚。好，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台湾的观众，就是如果胡振东的看法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的话，那真的不要特别的把这个东西放大，说，哎，以后美国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美国一定100%啊，或者是接近100%会协防台湾了，对吧？我觉得如果有人认为是今天可以说是接近100%，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因为我刚刚说，我再次强调，只有10任总统，美国总统或者日本的话，只有10任总理大臣有这个决定权，我们真的是没办法预测会不会。对，所以要看当时。除了10任总统，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会发生的相关配合的一些因素而定。这个时候做出预测确实大胆了些。好，那这次呢，当然在军演之后，也有专家就提出了研判啊，说这次他们看到了大陆解放军发射了射程超过了190公里的火箭弹啊，而且目标是直接指向台湾的补给线。海底网络电缆以及呢液化石油天然气啊，就 LNG 的接收站，所以进一步请教洪老师，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的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西半部包括竹科啊，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现在不只是竹科啦，包括中科、南科还有高雄啊，可能都会成为非常有风险的范围。那所以整个半导体供应链，根据您的了解，有没有一套由上而下或者是由下而上的 BCP， 也就是营运持续计划，就当遇到了天灾风险，甚至包括战争，如果遇到了面对这种极端的状况，还能够继续维持正常的生产。OK， 其实就竹科我不能代表园区管理局回答这个问题，对，但我们就从公司的角度而言，包含当时在竹科去设立基地的时候，大家发现新竹放台风假的机会几乎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就以一个 Fab 厂，它可能每个月生产量在2万到2万5千片的晶圆片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它一天停工，它要损失多少营收？那所以一定会有一个营运持续计划去调整它。但是像打仗这么极端的这个情况下，全民进入戒备的情况下，电力供应没有办法到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下，这个即便有 BCP 计划，它到底还能不能够有效的运营？我这样讲一件事，包含在夏天的时候，台湾各处限电缺电，你就会看到有人可能开着一大坨的那个电力囤积车，我来卖你电，你需不需要电？为了维持的这个所谓生产，其实光是打仗的时候，如果直接去攻击到这些所谓的任何的通讯缆线或者是任何的电力系统的话，其实对于生产上那个破坏力太大了。所以即便有 BCP 营运计划，我想目前可能不会去估算到这么极端的一个状况。我这样讲好了，黄仁勋今天要把高阶晶片出给中国，那他库存不够，那现在谁能来帮他完成这个晶片？我说，这个算盘打得挺好的，那我就再来一个演习打掉，然后结果辉达违约交割嘛。中国两手赚，我不知道，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嘛？他们还是会先希望拿到他们的东西。不过您刚刚点到了能源这个关键的议题啊，就是说，台湾如果真的万一走到非常不幸的状态是被攻击了，我们的能源备案是什么呢？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啊。所以我没有发生过战争，我也想不到可能会发生什么能源备案。
但是看看打仗的地方看起来也都挺惨的。对，所以 Ross， 你看这个军演当然就是在推想各种不同的状况，但这一次看到说围台，而且是实弹军演，其实它是越来越收紧。刚刚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收紧呢，其实我们会造成的是我的反应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我们的西岸就是台湾的西部这边的能源设施，如果一旦被摧毁的话，其实能源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怎么办呢？我有偏见，因为我个人是一直主张台湾要继续使用核能。但是不管是蔡政府、赖政府都已经做下决定。那不管最近赖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开几个条件，只要什么，那后续会考虑恢复使用核能。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是，只要他在执政的时候，不可能，真的可能性真的是很低了。就是民进党的算是一个核心的政治立场，他们不支持核能。但是回到你的问题，如果没有核能的话，就很难维持这个电力。这大家都知道，这个已经最近也是很多外国专家、外国智库有做这个经济推演，有分析到台湾能源的问题，结果都一样啊。如果解放军围堵台湾的话，那能源这么进口来台湾？对，我很同意 Ross 的观点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聊 AI 工厂建制的时候，能源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会遭到战争影响最大的是大型电网被攻击。没错。那有没有办法集中在小型工厂用的分散式小型核电电网，去攻击工厂，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可能是一个折中的紧急备案。但是我补充一句话，如果真的是战争的话，不管电力怎么样，生产工厂还在的话，问题是战争一开始没有空运跟海运，所以几十工厂还能营运的话，你的东西没办法输出到国外，除非有一个可能就是地下化吧，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划。而我要问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都知道能源是痛点，可是呢，有没有针对这个痛点去思考，或是已经有在执行的可能性的替代方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